老街坊们常说，善心总有善报，可这善报来的方式，有时候让人想破脑袋也猜不到。就像韦启明家里那个流浪汉，谁能想到，一个在他家蹭吃蹭喝5年的老头，最后留下的一个电话号码，会成为全家的救命稻草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2019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，腊月初8那天，北风刮得老街上的梧桐树哗哗作响。韦启明的五金店开在老街最东头，3间门面，楼上住人，楼下做生意。这条街上的店铺大多是这样，老板住楼上，买卖在楼下，几十年都是这个样子。那天下午4点多，韦启明正在店里整理货架上的螺丝钉，外头天色已经暗下来，街上行人稀少，他准备早点关门。楼上媳妇童雨薇今天夜班，得早点做饭给儿子小宝吃。就在他拉下半截卷帘门的时候，看见店门口墙角蜷缩着一个人，那人穿着一件破棉袄，棉花从好几个洞里露出来，脏兮兮的，看不出原本的颜色，头发乱糟糟的，像是很久没洗过，整个人缩成一团，在寒风里瑟瑟发抖。韦启明皱了皱眉头，这条老街上流浪汉不少，大多是过路的，讨点吃的就走。他从口袋里掏出10块钱，走过去递给那人：“老伯，拿去买点吃的吧，天冷，找个暖和地方。”那人抬起头，韦启明这才看清他的脸，虽然满脸污垢，胡子拉碴，但眼睛很亮，不像一般流浪汉那种浑浊无神的样子，看年纪应该有60多岁了。谢谢，谢谢。老人接过钱，声音沙哑：“小伙子，你这店里有没有不要的纸箱？给我几个挡挡风就行。”韦启明正要说话，他母亲方素兰提着菜篮子从外面回来了。“启明，这是咋回事？”方素兰看了看墙角的老人，又看看儿子：“妈，就是个要饭的，我给了钱，让他走就是了。”方素兰走近看了看那老人，心里一软，他这人就是心善，见不得人受苦。再说这大冷天的，老人看着也怪可怜的。“老哥，你吃饭了没？”方素兰问。老人摇摇头：“2天没吃东西了，光喝了点自来水，造孽啊！”方素兰叹了口气：“启明，你去楼上拿2个馒头，再盛碗热汤下来。”韦启明知道母亲的脾气，也没多说什么，转身上楼去了。老人接过馒头和热汤，眼眶有点湿润，他小口小口地吃着，吃得很慢，很仔细，像是在品味什么珍贵的东西。“老哥，你叫啥名字？家是哪里的？”方素兰蹲在旁边问。“我姓沈，沈怀远，家里早就没了。”老人放下碗：“大妹子，谢谢你们，我就是想找个避风的地方过一夜，明天就走。”方素兰看看天色，又看看冻得发抖的沈老伯，突然想起什么：“启明，咱后院那间杂物房不是空着吗？里头虽然乱了点，但能挡风，要不让老哥今晚在那儿将就一宿？”韦启明有点犹豫：“妈，这不太好吧？万一啥？你看这老哥也不像坏人，大冷天的，总不能看着人冻死在咱家门口吧？”沈老伯连忙摆手：“不用，我在外头就行，不给你们添麻烦。”“啥麻烦不麻烦的？”方素兰站起身：“就这么定了。启明，你去把杂物房收拾收拾，铺个褥子。”就这样，沈老伯住进了韦家后院的杂物房。本来说好只住1晚，可第2天早上，沈老伯就帮着韦启明修好了店里那台坏了半个月的电钻。“老伯，你还会修这个？”韦启明惊讶地看着运转正常的电钻。沈老伯笑了笑：“
年轻时候学过点机械，这些小玩意儿不难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沈老伯像是要报答韦家的收留之恩，天天在店里帮忙，货架上的东西摆得整整齐齐，仓库也收拾得井井有条。最让韦启明意外的是，老伯居然还会记账，那一手毛笔字写得龙飞凤舞，比韦启明的字好看多了。沈爷爷，你教我写字好不好？8岁的小宝拿着作业本跑到沈老伯面前，沈老伯摸摸小宝的头，好啊，爷爷教你写毛笔字，比铅笔字好看。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，沈老伯住了1个星期、2个星期、1个月。韦启明几次想委婉地提醒他该走了，可看他每天帮忙干活，又把小宝照顾得很好，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童宇威开始也有意见，一个外人住在咱家，总归不太合适吧？韦启明挠挠头，再等等吧，天这么冷，等开春了再说。可这一等就是5年，5年时间，沈老伯成了韦家不可缺少的一员。每天早上，他第一个起床，把店门口打扫得干干净净，白天帮着看店。有时候韦启明出去进货，店里的生意都交给他。晚上接小宝放学，辅导作业，教他写毛笔字。街坊邻居开始也议论纷纷，老韦家收留个流浪汉，这心也太大了，万一是个逃犯啥的，可咋办？我看那老头倒是挺老实的，天天帮着干活，时间长了，大家也就接受了。沈老伯人缘不错，谁家水管坏了，电器出毛病了，他都会去帮忙修理，分文不取。2021年夏天，小宝突然发高烧，送到医院一查，是一种罕见的病毒感染。医生说需要一种进口特效药，要5万多块钱，还不一定有货。韦启明急得团团转，5万块对他这个小店老板来说不是个小数目。正当他准备去借钱的时候，沈老伯不见了，一连3天，沈老伯都没回来。方素兰急得不行，这老哥不会出啥事了吧？第4天早上，沈老伯回来了，手里拿着一个小盒子，药买到了。他把盒子递给韦启明，赶紧给孩子用上。韦启明接过药盒一看，正是医生说的那种特效药。沈老伯，这钱托朋友买的，没花多少钱。沈老伯摆摆手，赶紧给孩子用药要紧。小宝用了药，第2天就退烧了，1个星期就完全康复。韦启明想把药钱还给沈老伯，可老人说什么都不要，都是一家人了，说这些见外。2022年秋天，店里又出了事，韦启明进了一批货，结果被工商局查出是假冒伪劣产品，面临20万的罚款。韦启明愁得几宿没睡好觉，20万啊，把店卖了都不够。沈老伯知道后，借了韦启明的手机打了个电话，韦启明听不清他说什么，只听见他提到一个名字，好像是什么公司的。第2天，工商局的人又来了，这次是来道歉的。韦老板，经过调查，这批货的问题出在供应商那里，跟你们没关系，罚款的事就算了，你们也是受害者。韦启明愣在那里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他看看沈老伯，老人只是笑笑，继续擦拭货架。童宇威开始留意沈老伯的一举一动。有一次，他偷偷进了沈老伯的房间，房间很简陋，除了一张床、一个旧箱子，几乎没什么东西。他打开箱子，里面有几件换洗衣服，还有一本泛黄的相册。相册里只有几张照片，其中一张是个年轻人的照片，穿着西装，站在一栋气派的办公楼前。虽然年轻，但眉眼之间分明就是沈老伯。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小字：1998年
于江海集团总部。江海集团，童宇薇觉得这名字有点熟悉，好像是个很有名的大公司。他把照片放回去，什么都没说。2024年春天，一纸通知打破了维家的平静生活，老街要拆迁了。通知上写得明明白白，为了城市发展需要，这片老街区要进行改造，所有住户必须在3个月内搬迁。韦启明拿着通知，手都在发抖。这店是他爷爷传下来的，在这条街上开了60多年，现在说拆就拆，他接受不了。补偿款给多少？童宇薇问。按面积算，能有个70、80万。韦启明苦笑，可这钱能买来60年的家业吗？方素兰坐在椅子上直抹眼泪。我在这住了大半辈子，现在让我搬哪儿去啊？沈老伯站在门口，一言不发。他看着街对面已经开始测量的工作人员，眼神复杂。韦启明不甘心，开始四处奔走。他找了律师，律师说没用，政府的规划改不了。他联系了媒体，记者来拍了照片，发了篇不痛不痒的报道，没什么反响。最后他托人见到了开发商代表庄向东。庄向东40来岁，西装革履，一看就是那种在生意场上混得风生水起的人。韦老板，我理解你的心情。庄向东点了根烟，但这是大势所趋，你挡不住的。老实说，你们这条街早就该拆了，破破烂烂的，影响市容。这是我们的家，不是破烂。韦启明压着火气。庄向东笑了。家，韦老板，现在讲究的是发展，讲究的是效益。你那个小5金店，一年能赚几个钱？我们建个商业综合体，一年的税收顶你们整条街10年。我不搬。韦启明站起身，不搬。庄向东弹了弹烟灰。韦老板，我劝你想清楚，现在给你正常补偿，你不要，到时候真动真格的，你1分钱都拿不到。这是威胁，赤裸裸的威胁。韦启明回到家，把情况跟家人说了。沈老伯听完，突然说了句：“20年了，该还的总要还。”沈老伯，你说什么？韦启明问。沈老伯摇摇头，没什么，我出去走走。搬迁期限一天天临近，老街上的住户陆续搬走了，老李家的杂货铺关门了，开了30年。王婶的裁缝店也搬了。那台老式缝纫机搬走的时候，王婶哭得像个孩子。韦家成了钉子户。庄向东派人来了好几次，软硬兼施。先是提高补偿款，从70万加到90万，韦启明不为所动。后来就开始使阴招了，先是断水，说是管道维修，韦启明买了几个大水缸存水。接着断电，说是线路改造，韦启明买了发电机。最后开始在周围施工，每天从早到晚，电钻声、铲车声，震得人头疼。方素兰受不了这个罪，病倒了，血压飙到180，医生说再这样下去，随时可能中风。童宇薇急了：“启明，要不咱就搬吧，钱没了可以再挣，人要是没了，啥都没了。”韦启明坐在母亲病床前，看着他苍白的脸，心里像刀割一样。就在这时候，沈老伯来了，他从怀里掏出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一个手机号码：“小韦，这5年多谢你们一家照顾。”沈老伯把纸条递给韦启明：“这个号码，关键时刻打他，就说是沈怀远让你打的。”韦启明接过纸条：“沈老伯，这是谁的号码？”沈老伯看着窗外：“20年前我欠了一个人情，现在该是还的时候了。”“什么人情？”说来话长。沈老伯叹了口气：“你就记住，打这个电话就说我的名字，沈怀远。”当天晚上，沈老伯留下一封信，悄悄离开了。信不长，
但韦启明看得手都在抖。小韦，离别的时候到了，这5年是我这辈子过得最踏实的日子。你们一家的善良，让我这个该死的人又活了一回。你一定很好奇我的身份，我曾经是江海集团的副总裁，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。20年前，公司出了大事，需要有人担责，我本可以推给下属，但我没有，我一个人扛下了所有，丢了工作，赔光了家产，妻子带着孩子离开了我。我选择流浪，不是因为没地方去，而是在寻找活下去的理由。直到遇见你们，那个电话是我当年的一个下属，现在应该混得不错，我救过他，现在该他救你们了，保重。沈怀远。韦启明拿着信愣了很久，他想起那些蛛丝马迹，想起沈老伯的举手投足，想起他写的那手好字，原来都有原因。第2天早上，离最后搬迁期限只有3天了。韦启明看着手里的纸条，犹豫再三，还是拨了那个号码。电话响了很久才接通。喂，是个中年男人的声音。你好，我是韦启明，沈怀远让我打这个电话。电话那头沉默了足足10秒钟。你说什么？沈怀远，他还活着？声音在颤抖。是的，他在我家住了5年，昨天刚走。住址在哪？我马上过来。韦启明报了地址，对方说明天上午10点，我亲自过来。第2天9点半，一辆黑色的奔驰轿车停在了韦家门前，车很低调，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价值不菲。下车的是个50多岁的男人，穿着得体，气度不凡。我是陆进安。男人自我介绍。沈总呢？他昨天走了，留下这个。韦启明把信递给陆进安。陆进安看完信，眼眶红了。他环顾四周，看到了断水断电的惨状，看到了围着的施工围挡。这是怎么回事？韦启明把事情原原本本说了一遍。陆进安的脸色越来越难看。庄向东是吧？呵，好大的威风。他转身对韦启明说，韦老板，你知道沈总为什么让你找我吗？韦启明摇头。20年前，我刚大学毕业，在江海集团实习。陆进安点了根烟。那时候公司资金链断裂，有人做假账，东窗事发。按说这事跟我们底下人没关系，但上面要找替罪羊。他深吸一口烟。沈总本来可以全身而退的，他是副总，又不直接管财务，但他把所有责任都扛了下来，说是他指使的。结果他进去了3年，出来后什么都没了，而我们这些人都保住了。后来呢？后来我出来创业，现在有了自己的投资公司。陆进安看着韦启明，这些年我一直在找沈总，想报答他，可他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，没想到他竟然在这里过着这样的生活。陆进安站起身，韦老板，这事交给我了，你能怎么办？人家是政府项目。陆进安笑了，谁说政府项目就不能改了？正好我的公司最近在做一个文化遗产保护项目，专门收购有历史价值的老建筑。你们这条街很符合条件。陆进安说到做到。当天下午，他就带着一个团队来考察老街，建筑专家、文化学者、摄影师，浩浩荡荡一大群人。这条街建于清末民初，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。一个专家对着镜头说，这种原汁原味的商业街区在全国都不多见了。第2天，当地媒体都在报道这事，标题很吸引眼球：100年老街面临拆迁，文化遗产何去何从？网上的讨论也热闹起来，有人支持保护，有人支持开发，吵得不可开交。庄向东坐不住了，亲自找到陆进安。陆总，
咱们都是生意人，有话直说吧。庄向东皮笑肉不笑，这个项目我们投了几个亿，不可能说停就停。谁说要停了？陆晋安喝了口茶，我是想跟庄总合作。合作？对，保护性开发。陆晋安拿出一份方案，保留老街的建筑风貌，内部现代化改造，这样既保护了文化遗产，又能产生经济效益。现在国家提倡文旅融合，这种项目很受支持。庄向东翻看着方案，脸色慢慢变了。这个方案确实可行，而且收益可能比原来的还高。陆总好算计。庄向东合上方案，但有个条件，那个钉子户必须配合。这个好说。陆晋安笑了，韦老板是通情达理的人。3天后，事情有了定论，老街保留，进行保护性改造，原住户可以选择搬迁，也可以选择留下。留下的房子由开发商出资修缮，保持原有风貌。韦启明选择留下，他的五金店不但保住了，还能得到一笔修缮资金。签约那天，陆晋安私下塞给韦启明一张支票，这是沈总应得的20年的利息。韦启明看了眼支票上的数字，吓了一跳，这太多了。不多，当年要不是沈总，我现在可能在扫大街。陆晋安拍拍韦启明的肩膀，这钱你先收着，等沈总回来转交给他。韦启明知道沈老伯不会要这钱的。沈老伯走后，韦家的生活慢慢恢复了平静。老街开始改造，但很温和，不像之前那样大张旗鼓。施工队很注意保护原有建筑，连门口的梧桐树都没动。韦启明的五金店照常营业，店里多了张桌子，上面摆着茶具和一副碗筷，那是沈老伯的位置。方素兰每天都会摆上，就像他还在一样。小宝还在练毛笔字，用的是沈爷爷教的方法，他的字越写越好，老师都夸他有天赋。爸，沈爷爷什么时候回来？小宝问。爷爷去远方了，可能要很久才回来。韦启明摸摸儿子的头，那我把字练好，等他回来看。童宇威从那以后改变了很多，他不再计较小事，对人也温和了许多。他常说，人这一辈子能遇到几个真心待你的人？沈老伯虽然是外人，但比亲人还亲。3个月后的一天，韦启明收到一张明信片，明信片上是云南大理的风景，而海蓝的像宝石，背面只有一行字：看到老店还在，甚好，勿念。没有署名，但韦启明认得那字迹。他把明信片放进抽屉，锁好。晚上回家，他跟母亲说沈老伯来信了，说他很好。方素兰擦擦眼角，好就行，好就行。又过了半年，陆晋安来店里带来一个消息，我派人去云南找过，沈总在大理古城开了个小书店，生意不错。他过得好吗？挺好的，头发理了，胡子刮了，人精神多了。陆晋安笑笑，我本想去看他，但他提前知道了。刘话说不必了，他说过去的就让他过去，现在这样挺好。韦启明点点头，他理解沈老伯的选择。有些人注定是过客，但他们留下的却是永恒。老街改造完成后，焕然一新，但又保留了原来的味道。游客多了，生意也好了。韦启明的五金店成了100年老店，虽然夸张了点，但也算是块招牌。每天傍晚，韦启明会坐在店门口，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。他常常想起沈老伯说过的一句话：人生就像这条老街，看着破旧，其实每块砖瓦都有故事。小宝的毛笔字越写越好，在市里的比赛上还得了奖。领奖那天，他对着镜头说：我的字是沈爷爷教的，他是最好的老师。
方素兰的身体恢复了，每天还是做沈老伯爱吃的红烧肉，说不定哪天他就回来了呢。童雨薇下班早的时候，会去陆晋安提到的那个地址寄点东西过去，不贵重，就是些日用品、吃的，还有小宝写的毛笔字。包裹上写着沈怀远收，但从来没有回信。他们知道沈老伯收到了，因为包裹从来没被退回来过。日子就这样过着，平淡但充实。韦家人都相信，总有一天，那个穿着破棉袄的老人会再次出现在店门口，笑着说：“小韦，我回来了。”到那时，方素兰会端出热腾腾的红烧肉，童雨薇会沏上好茶，小宝会拿出他的获奖作品，而韦启明会拍拍他的肩膀说：“沈老伯，欢迎回家。”老街的梧桐树年年发芽，年年落叶。韦家的五金店依旧开着，那张空着的桌子依旧摆着。来往的客人偶尔会问：“这是给谁留的？”韦启明会笑着说：“给一个老朋友留的，他总会回来的。”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。